洞察金融市场，分享理性认知。大家好，欢迎来到 Razer 投资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Razer。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这本书有关系，名字叫《穷查理宝典》，是我们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他的一本关于投资的至理名言这本书呢有关于他的演讲，还有他的一些平时的投资的一些精华，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网上看一看，看看这本书。今天我就由这本书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普通人投资要参考的5大法则，对吧？普通人投资一定要听我这5大法则，你才能变得少踩坑，对吧？首先，先来问大家几个问题：为什么你投资 P2P 这些融资会血本无归？为什么你会去购买中国银行发行的这个原油宝产品，而且还要去维权，对吧？为什么你炒股会总是亏钱？为什么你的投资理财总是不这么的稳定，对吧？我告诉大家，今天你会得到答案的。所以今天就来听一听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5大投资参考法则。好，先来看第一点。第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为什么呢？第一点是闲钱投资，量入为出，对吧？也就是说，你平时除了日常开销以及应急备用的钱以外，再用来投资。也就是说，你的闲钱用来投资，这个钱不急着用，你才要用来投资。不要影响你的生活品质，也就是说，不要拿你的这些日常生活的钱用来投资，这样的话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品质。而且呢，你用这些比较急用的钱来投资的话，会影响你的个人心态，会让你的心态就直接爆炸了，可能万一亏钱的话就不太好。所以说呢，你用闲钱投资，而且还不会出现那种就是你急需要用钱而错过了某种投资机会的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对吧？闲钱投资会让你整个人都会不一样，跟你的用你的这个工资一大部分去投钱完全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个月工资1万块，那我就觉得你抛除掉你的这个房租，或者是说你的一些日常开销、吃饭之外的钱再拿一小部分钱来投资或者定投都可以，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我一个月挣1万，我就要拿5000来投资我觉得这是非常不理智的，对吧？比如说或者说你手上突然有一笔闲钱，这个闲钱呢可能说比如一个商业款项，对吧？拿到手里比如10万块、100万块，但是你不能说我立马拿来投资吧，不是的，因为这个钱是有个周期的，对吧？你需要急用它。我建议这个钱呢，最好用做一个短期理财，或者是说快进快出的这样一个投资方式。但是千万不要说就是说我建议还是不要用这种钱来投资，对，或者说你拿出一半来投资，因为投资还是有风险的。所以第一点就是要大家一定要用闲钱来投资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说把自己的身家都押进去投资了，把房子卖了，把车抵押了，把房子也抵押了去投资。这个钱拿去炒股或者拿去炒币，对吧？进行高风险投资，这个时候如果你亏了，你真的是血本无归，你真的是倾家荡产，对吧？很惨。所以说大家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考量好自己的一个收入，考量好自己的一个经济水平，对吧？用你的闲钱来投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投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一句话就是看得懂的去做，看不懂的不做。就是说你看不懂的东西就不要去投资。凡是你投资的产品，你一定要看得懂，说明白，对吧？你为什么要投资这个东西？这东西哪有好处，哪有坏处，哪有风险哪有回报？就是说你能把这个产品讲清楚，你再去投资这个产品，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说实话，整个金融市场当中有很多投资产品，对吧？包罗万象，可以说数不胜数。但是你都懂吗？你不一定都懂。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自己的能力圈范围内去投资，对吧？什么银行理财余额宝还有信托产品包括债券、基金、股票房产市场，还有什么投资一级市场的股权市场 VCPE 这种的，或者是说你投资更高风险的，像期货像外汇、像贵金属，对吧？黄金，还有什么钯金这种，就是说还有白银，对吧？或者说你投资比特币、区块链数字货币市场，这么多金融市场的产品，对吧？你都能懂吗？你都能看得懂吗？我觉得不见得吧。作为一个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人来说，你的精力是有限的，对吧？你可能只懂其中1到2样，或者是3到5样的一个投资品种，对吧？你的能力圈是有限的，你不可能说我所有东西都能懂，都去投资一遍，那可能你就是专业人士了，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说别人投资房地产赚钱了，你就要去跟着去买房别人炒股票赚钱了，你就要去跟着炒股，对吧？这种是错误的行为。为什么呢？你懂不懂？如果他懂，他炒股他赚钱了，是因为他懂，他能赚钱。如果对吧，你不懂，你去炒了，你亏了钱，你怎么办？对吧？这个时候你是吃很大亏的，对吧？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说，一定要投资你所理解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就是说你投资这个中航的原油宝，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原油宝产品
它是用来购买了这个原油的期货，对吧？是一种极高风险的产品。你可能知道原油宝只是个理财的，但是你不知道啊，它居然是这么高风险的去投资了期货市场的，对吧？而且是投资了美国原油期货市场的这样一个东西，而且你还不知道它是来回交割换仓的这样一个品种。所以说你在不了解情况下你投资了，你会不会亏钱？比如说 P2P， 对吧 ？P2P 你可能不知道他做的这个企业或者一个保理融资，或者说是一个点对点的一个借贷关系，但是你都不了解那个借你的钱的人是什么样一个资质，或者说你都不了解这个钱真的去哪儿了，是不是被人挪用了，或者说它是一个资金池，对吧？如果你都不了解这个产品，你去投资了，你一定会吃大亏的。比如说当年的 P2P，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中航的原油宝，你肯定是不了解，你去投了，你就会吃大亏，对吧？包括说股票，一些股票可能上市公司，如果你不了解上市公司，你就去买了一个小股票，对吧？可能也就只有或者马上就 ST 的这种股票，你根本就不了解它的业务，不了解它是依靠什么赚钱的，对吧？核心的能力都不知道在哪里，你就去投资了，你就去买了，这个时候吃亏的肯定是你自己，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说投资一定要找准自己的一个能力边界，知道自己什么样的风险偏好，我是喜欢高风险还是喜欢低风险？对于高风险我是否能够承受，对吧？对于低风险我觉得波动率比较低这个收益我能够接受，对吧？高风险的东西我建议大家尽量少碰，对吧？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来去投资，包括说你自己的能力圈，对吧？我们所有的这个专业投资人都是在自己的能力圈范围内投资。比如说我懂得家电制造业，包括说这个家具，或者说这个半导体行业的投资，对吧？我懂这些投资，我就会投资这些行业。但是如果不懂，比如说你让我投资医药行业，我完全不懂，我又不是生物或者化学专业毕业的，我不懂这些医药，我就不会去看，不投资，因为你不懂，你需要去了解的时间太长了，你需要投入很多精力，这个不划算，不如去投资一些在你身边的你看得懂的一些东西，对吧？好，这是第二点，就是在你的能力圈范围内做投资，不懂的不要碰。第三点就是投资不要加任何杠杆，对吧？杠杆我们认为是你的收益的放大器，但是同时它也是你的风险放大器。杠杆其实是把你的人性都放大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做投资其实说实话是你的人的三观的终极体现，真的。你长期投资你就明白了，其实做投资其实是你的一个心态还有你的综合素质的一个综合体现而且也是你的人性的一个体现。如果你加了杠杆，就是把你的人性放大了，对吧？如果你非常的贪婪或恐惧的话，这个杠杆会把你加大，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的就会血本无归。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去用杠杆来投资。比如说你炒股票，你去配资，对吧？我有10万，我去配100万；我有100万，我去配1000万，这样一个配资。说实话，配资在大牛市的时候可能会让你带来很多收益，对吧？我可能翻1、2倍、3、5倍都有可能。但是如果有一次你亏了10%，你就没有了，你就亏完了。所以说，杠杆这东西可能你会赚很多次，但是你容不得你去亏一次，因为它是把你的风险放大的。如果你亏了一次之后，你会亏得很惨比如说你投资房地产，说实话，房地产大家都知道你是贷款买房的，其实这是一个变相的杠杆。对，你贷款买房就是一个杠杆买房，为什么呢？因为你首付是3成，对吧？3到5成一个首付，剩下的钱是央行借给你的，是未来的钱，对吧？这其实是个杠杆，你基本上你看付了3成首付，你的杠杆就是3倍，也就是说还有2/3的钱是在未来的，你是上了杠杆的，你是一个杠杆投资的这个房地产，或者说你购买了房子，对吧？但是这个杠杆其实还好，因为你有固定收入来源，你是每个月还利息的这种其实还好。但是呢，如果你说你配资投资股票，或者是说你去投资期货市场，对吧？期货上是有杠杆的，这个就非常可怕了，对吧？这个就是把你的风险和利润都放大了，对吧？可能你没赚到钱的时候，你已经爆仓了，你已经亏损完了。就我个人说实话，我作为一个交易员，我亏过很多次，我爆过很多次仓，这个我经验是刻骨铭心的。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去轻易加杠杆，杠杆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千万不要用的，对吧？好，这是第3点。第4点，我们说呢，其实他也说，长江哥也说了，其实投资呢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学习的过程。我们作为普通人呢，就是说你在投资的同时是在学习你自己，是在提升你自己，对吧？而且你还要不断的学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做投资，我觉得是比做生意有时候还要难，比做商业还要难。因为投资可能需要你懂各种各样的产品，需要你去挖得很深，而且了解的很多，要掌握各种信息，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多多的拓宽自己的这个能力边界。也就是说刚刚说的，你不懂不要看，但是呢，你想要懂你怎么办？你只能去学，对不对？你学懂了，你才能去投，对不对？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还有就是说，你学习的时候，其实在提高你的财商，对吧？大家都知道，智商、情商是现在社会大家就是两大商，对吧？情商高的话，这个人就是说很圆滑，很会来事儿
比较成熟，但是智商高的话就是很聪明，对吧？脑力很发达。财商高，我认为很重要。为什么？财商代表着一个人他管理自己财富的能力，对吧？如果你有笔钱，怎么花费这笔钱，怎么去打理你的财产，这很重要。所以财商，我个人认为是第3点重要的一个个人能力。大家希望能够重视一下这个财商的问题。你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投资这种时间的过程，其实是在不断提升你的财商的。还有就是芒格也说了，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跨学科的能力，这也是你在不断的学习当中产生的。就是说，可能我现在只投资消费行业，对吧？我可能只看得懂我喝的牛奶，我喝的白酒，我身边的一些衣服这些消费行业我可能看得懂，比较容易懂，我就会投资。但是未来我想投资更多的行业的股票，怎么投资呢？你要去学习，对吧？比如说我现在想去投资光伏行业，我不了解，我要去看，就要学习什么单晶硅、多晶硅这种东西，因为你不了解，你就要学嘛，对不对？学懂了之后，才可能去考虑投资。这个时候，其实说实话，你是一个跨学科、跨行业的能力，你在不断的拓宽自己的边界，对吧？这是第4点，就是说投资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实践的过程，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去跨学科的学习，拓宽自己的能力边界。第5点也是最后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呢？大家投资一定要理性，就是大家都知道，在大牛市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说赶紧买梭哈，对吧？一定会涨，不会跌的还有更高，对吧？在15年的时候，可能当时那个股市有5000点还是6000点，对吧？大家觉得还有更高，能看到1万点，我们看到1万点，对吧？这时候大家都是疯狂的，就是已经非理性的一个状态，对吧？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理性，你一定要反人性来去做这个事情。就比如说大家都去疯狂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去想一想，这个市场到底还值不值那么多钱？这个股票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格，对不对？我要不要去卖一些，对吧？我要不要先去抛售一部分我的资产？因为大家太疯狂了，市场是有泡沫的，对吧？当泡沫还没有破裂的时候，你是否要考虑先去平仓，对不对？或者说当熊市的时候，大家都恐慌了A 股暴跌，美股暴跌，就在最近疫情的时候，对不对？疫情的时候，美股基本上下跌30%，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勇气去抄底？或者说你认为美股是否跌到一个合理的估值空间？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个空间是否是一个标准的一杆秤，对吧？市场是一个称重机，你觉得是否能够这个时候以价格合理的去买入，然后未来获得一个反弹收益呢？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要保持一个理性的观点，而并不是说大家都慌了你也慌了，大家都怕了你也怕了。那这个时候你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对吧？这个时候你又不可能产生超额收益，你不可能投资成功。所以说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这句话说一点错都没有。你一定要反人性，其实反人性就是理性，就像一个机器人的去思考，对吧？大家的投资就是一定要理性投资，摆正你自己的这个心态，对吧？就是我亏了钱我要认，我要止损，对吧？就是比如这笔投资我可能之前我看错某个点，或者说我这个变化出现了一些我不可控的东西，然后我要选择止损，要果断止损，摆正你的心态，对吧？不能说我亏了之后我要一直扛，对吧？亏了之后我要去我去拿钱去补，因为我亏了，我不愿意亏，我就要去死磕到底。这种精神在你创业，在你做生意是可以的，在股票市场中，在投资市场中是不允许的。为什么呢？这种会让你错越犯越大，你犯小错立马止损，立马认错，对吧？敢于壮士断腕，这种精神是值得认可的。但是如果要是说你投资失误之后你要一直错下去，这种错误在市场里就会让你血本无归，就会狠狠的砍你一刀，你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了。作为我一个交易员，在市场中已经其实摸爬滚打了一段时间了，我也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定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对吧？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我恐惧我贪婪，对吧？好除了这个5点之外我们今天最后总结一下，对吧？第1点是闲钱投资，量入为出，对吧？一定不能用你的备用钱，或者说你的工资一大部分来投资，或者说你去抵押房产去投资，这种激进的行为是不可取的。第2点是一定要有自己的能力圈，看得懂的东西再投资，看不懂不要投。比如说别人告诉你这个能翻3、5倍，你就赶紧追进去了，但是其实呢你根本就看不懂你就投了，这种东西是最可怕的，看不懂的东西千万不要碰。第3点就是投资千万不要加杠杆在这个市场中，说实话杠杆已经害死了很多人了。这个市场是个绞肉机杠杆其实是一个把绞肉机放加大功率的一个东西，对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切记，投资不要轻易加杠杆，不要轻易做期货这种东西。第4点投资其实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学习的过程，每个人都要去不断的学习，对吧？这是一个我觉得长期的过程。最后一点，第5点就是一定要摆正心态，理性投资，对吧？一定要就是克服你自己的一个人性的贪婪和恐惧，这个时候你才能博得市场一个超额收益。好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最后我总结一句话给大家，谢谢大家。投资呢，其实是一个人三观和综合素质的一个终极体现，要有自己的理性和态度，而不是随波逐流。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投资方式，找到属于自己的投资理财之道。谢谢大家，我是 Razor， 希望你能够给我点赞，给我留言继续关注订阅我，我会讲关于更多的投资理财的东西。谢谢大家，拜拜。